U 先生在2017年的时候发生了严重的中风。这个影片我将会分享我如何用颠覆认知的复健方式，让 U 先生在短短1年之间从半身不遂到行动自如。当初我为何选择这么做？哪个影片启发了我？复健的过程以及怎么克服复健过程中会遇到的困难。影片最后有访问 U 先生的精彩爆笑内容，请勿错过。U 先生从中风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半身不遂的状态，第二天开始就有复健师来帮他开始进行复健。我去医院探望他的时候，我跟他说我一定会把他带回。我那时候很坚信他一定会好起来，没有任何怀疑。为什么我会这么认为呢？因为我看过一个影片，彻底影响了我的信念。那是一个越战的退役军人，他在一次降落任务中摔到地面受伤了，医生跟他说他终身都必须靠拐杖走路。他越来越消极，体重也不断上升。他想改变，却没有人愿意帮他。直到一位瑜伽教练看到他的情况，决定要教他瑜伽。他从跌跌撞撞的训练到最后他判若两人。影片的最后，他走在公园里面，突然跑起步来，那个画面一直烙印在我脑海里。从此我认为什么事情都是有可能的，不要相信别人跟你说你做不到。在日本，一般的中风复健方式是这样的，住院期间就开始复健，出院之后每周去几天复健中心做简单的复健活动，中午在那边吃饭，下午洗澡，然后就回家，由家人照顾所有的生活起居。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复健方法效果可能很缓慢，我那个时候选择了完全不一样的复健方法，那就是从日常生活中去复健。U 先生在中风住院期间2个礼拜就可以抬腿，1个月就可以自己慢慢站起来。住院3个月之后，出院的时候已经不用包尿布，可以穿着特制铁质的鞋子、支架还有拐杖走路。他那个时候已经可以做很多事情了，只是动作要非常非常慢而已。出院回家的几个月，他还是有去复健中心。后来他跟我说他不去复健中心了，因为那边一次只有做30分钟，没有什么积极的复健。他选择在家里自己复健。我让他从日常生活中去做复健，他从自己刷牙、洗脸、穿衣服、上厕所、洗澡，他还自己上网找食谱，自己学煮饭。这样的复健过程会遇到2个挑战。第一个是 U 先生会因为动作不熟练，动作一直做不好，或者是动作很缓慢，没有耐心而发脾气。他想发脾气的时候，我就让他发脾气，其实过一会就没事了。第二个挑战是会受到邻居或是亲戚朋友的异样眼光，甚至背后会指指点点。我在台湾的亲友，有的用暗示的，有的用明讲的跟我说我应该对 U 先生好一点。我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做任何解释，我想让时间去证明一切。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当初我的做法是误打误撞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是一个独立性非常强的人，我会尽一切努力不让别人来帮我，我会试图寻找方法来解决我自己的问题。要是我才不要让别人来照顾我的生活起居。所以应该是我用我希望的方式去对待 U 先生。U 先生在中风1年之后就行动自如了，他不用拿拐杖走路，只有左手手指会因为中风的后遗症一点点麻麻的，做细工方面会比较吃力。这几年你如果问他，他都会说要谢谢我，让他从日常生活中去复健，才能让他现在这样子行动自如。但是当初不是这样子的 OK， 我知道他当初都跟别人说我都不帮他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因为我这个人从来就不在意别人的想法，只要 U 先生能够好起来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让自己康复的关键因素，我认为所有的疾病都要从源头去解决，而不是只有靠看医生吃药。疾病的源头有可能是饮食、生活习惯或是压力，要找出源头的原因是什么，从源头去改善的话，才能
逐步的让自己恢复健康。另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自我心理建设。从义务先生出院回家之后，我就没有把他当作病人，我也跟他说，你不再是病人了，你已经出院了，现在只是要花时间去复健，持续不断的复健和耐心，一定可以恢复到行动自如。这支影片希望能够帮助中风病患和他们的家人。最重要的是保持信心，脑海里不断的要看到自己健康的样子，一切都是有可能的。我想这不单单是中风复健的分享，也适用于其他疾病或是意外受伤。如果这支影片对您有所帮助，请分享给有需要的人，让更多人能够受益。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或是分享您的复健心得，欢迎您留言，让我们彼此互相帮助，让更多人获得健康。这个频道会陆续分享我在日本山上以蔬食为主的菜园、料理和日常生活影片，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。動かんっていう感じ。はい。感じじゃない。30分だけど、効果あまりないから、自分でやった方がいい。その時なんで自分でご飯をリサが作れちゃう。そうだよ。はい、自分でやりなさい。それ全部自分でやっちゃうね。そうよ。やっちゃったね。そうそう。その時どんな感じ？嫌な感じでしょ？いや、嫌ではないよ。いや、面白かったよ。いや、何が面白かった？その時嫌でしょ？いや、怒ったでしょ？いろいろ怒ったでしょ？そうないよ。そんなことないよ。1年後、何やったっけ、杖もつかないで歩けるようになった。それはやっぱり自分で歩くのは最高だよ。それはとにかく家事一般全部でしょ。それから百姓もやったし、いろいろやったもんで、本当リハビリでね、それはもちろんそうやね、整体誰に感謝する？リーちゃんリーちゃんに感謝です。はい、おしまい。